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这一期。我这前面有一个洞，然后我可以把脚放下去，但是我不敢站，因为看起来还挺深，一站下去就起不来了。哎，现在我在这个巴卡拉这个地方，是我来墨西哥去了3、4个地方，然后是最喜欢的一个地方，非常的漂亮，小城镇，然后盖的都有了。然后就是这个水有一个非常美妙的地方，是很浅，很多地方有很浅的，很浅，你可以走在那种沙滩上，然后是水，所以对我这种不会游泳的人是非常非常友好的。然后今天这一集呢，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，你来墨西哥，如果像我这样一个人来墨西哥，需要注意些什么。第一点，在墨西哥呢，其实很多地方都要用现金。我去的有2家青旅，它都不收卡。去的几家餐厅，他也说只能用现金，所以说大家带好现金。讲到现金呢，我想跟大家讲一下，你也不可能带很多现金在这边换，最好带一些。然后你去银行用你的银行卡去取钱的时候，有一些银行卡的手续费会高到。我有碰到174比索，大概是10欧元，所以说非常高，而且其实换一家银行，我取到的最便宜的是在那个花旗银行 City， 它只收了30多，所以说还算合理。这是第一点，大家要注意现金还有这个取钱。第二点就是逃不过的。你来墨西哥，基本上我们都会去打卡一下那个7大奇迹之一，叫奇琴伊察。这个地方呢，因为我在上次约旦有一个阴影，是什么阴影呢？我在约旦买了那个小瓶的那个沙画，然后我一走出景区以后，就看到外面有卖大概大3倍的，而且还比我买的那个小瓶子还要便宜。所以说我当时就想，以后绝对不在景区买东西。其实这适用于大部分的景区，特别是像这种7大奇迹这种世界级的景区。然后在这边的话，我还好在里面有买东西，买了一个那个鸟叫的吹的。然后我在外面问价格的话，在街上价格都非常贵，都不还价，都是大概一口价就给你还一点点。在里面的价格反而更便宜。所以说大家如果在奇琴伊察的景区有好的价格你就买，不要觉得外面会更便宜，其实外面有的时候还没有里面便宜。另外一个在奇琴伊察的事情是，我有那个飞机嘛，然后大家其实进去的时候，如果也有带那个无人机的话，可以把无人机藏在那个衣服下面，因为它会开包检查，他看到你有无人机的话，他就会让你把它锁在那个柜里面，要另外花50比索，所以说大家就没那个必要，就是你肯定是不允许飞的，这是肯定的，然后大家就不需要花50比索去锁那个，就把它藏起来就好了，它就翻一下，不会看什么。第三点就是像我这种你知道不开车的，要搭那个当地的交通工具的，这边有一个交通工具是叫 ADO， 当地是叫 Adeo， 他们发音是 Adeo。这个巴士呢很好，有空调，然后座位也非常好，非常现代的一个巴士，大家可以去下载一个它的 APP， 因为这边天气太热了，而且你去排队的话会排很长的队伍，因为这边感觉一直全年都是旅游旺季，所以说大家可以提前在那个APP 上买好票。APP 不好的一点是它只有西班牙语，但是都很简单，大家只要填姓名、邮件，然后有的地方打勾勾，就是同意它的什么东西就好了，很简单。而且上面你提前买的话，有的时候会有折扣，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下 APP 就不需要去窗台排队又热，还跟他讲语言也不通，所以说下好 ADO 的 APP 买票。第四点呢，就是这边很奇怪，这边墨西哥其实很小，也不能说很奇怪，也有可能是我们很奇怪，我们只用一个时区。然后这边呢，它有时差，我当时是从那个Cancun 去 Valladolid， 竟然调了1个小时的时差。我当时到的时候，怎么好像晚了1个小时？是因为这边每个地方它就是按那个时区来的，它没有说像我们
国内是统一时区，所以说这一点会引起什么呢？会引起，假如说你入住的时候，你算好时间到，因为这边入住的话大概是下午3点，就是说你算好时间到，你就不需要在外面等了，你就直接算好3点左右到，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入住。所以这边有时差的问题，大家一定要记得。最后一点就是防晒。我其实这个人是非常不喜欢防晒的，因为我不喜欢涂那个，感觉涂的，吃东西也不方便，要洗手啊，然后也黏黏的。我穿的那个长袖子已经盖住，大家看了吗？我穿的长袖子已经算是盖住，我这边开始很痛，然后我脚背也开始很痛，所以说大家这边还是要注意防晒，不要觉得晒一下没关系，或者是跟我一样穿长袖没关系。防晒一定要注意，不然会晒得很痛，因为我自己本人有晒过的经历，非常的痛。好了，下次见，我起来了。顺便给大家看一下，这就是我坐的地方。